最近我总听到身边的朋友抱怨，说新去的公司太冷了。怎么个冷法呢？推开玻璃门，迎面扑来的不是前台小妹热情的早上好，也不是同事们围在一起分享早餐的欢声笑语，而是只有键盘敲击的哒哒声，像下雨一样密集而有节奏。办公桌上干干净净，没有谁给大家发零食，会议室里也没人开玩笑，甚至到了下班点，大家也只是彼此点个头，背上包就各自散了，连一句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的客套话都没有。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浑身不自在，心里犯嘀咕，这帮人是不是太不好相处了？这公司是不是没有人情味啊？我是不是被孤立了？但今天我想跟你说句心里话，如果你真的掉进了这样一个冷淡的办公环境，先别急着跑，相反，你应该在心里偷偷放个烟花庆祝一下，因为这极有可能是你职业生涯中能遇到的最舒服、最健康，也最能让你长本事的风水宝地。真的，别被那些所谓的职场温情给骗了。我们长久以来都被灌输了一种观念，觉得公司就该像家一样，同事就该像兄弟姐妹一样，大家热热闹闹，亲密无间，那才叫团队氛围好，那才叫有凝聚力。可是咱们仔细琢磨琢磨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你有没有那种经历？一大早刚到公司，本来想趁着脑子清醒，把今天要写的方案理个头绪，结果刚坐下，隔壁桌的同事就凑过来，神神秘秘地跟你八卦老板昨天的脸色，或者拉着你吐槽食堂的饭菜，你不好意思拒绝，只能陪着笑脸聊了半天。等好不容易聊完了，一看表，半小时过去了，刚才那个灵感的小火苗早就灭得连烟都不剩了。又或者你正对着电脑屏幕疯狂输出，突然群里有人发了个红包，大家一窝蜂的抢完了还要发表情包刷屏谢恩。你如果不抢不发，显得你不合群，你要是跟着抢吧，思路瞬间就被打断了，再想接上又得花个10几分钟预热。这种看似热络的互动，其实是在像吸血鬼一样，一点一点吸干你最宝贵的资源——注意力。而在那种冷淡的公司里，你会发现一种久违的宁静，那里就像是一座设计良好的图书馆，安静是默认的背景音，没人会觉得你不说话就是心情不好，也没人会觉得你盯着屏幕发呆是在装深沉。大家都默契地遵守着一种规则，除非必要，绝不打扰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你不需要时刻紧绷着神经去维护所谓的人际关系，不需要费尽心思去想怎么融入某个小圈子，更不需要为了显得合群而强迫自己去参加那些无聊的聚餐。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专注。专注于你手头的工作，专注于解决那个棘手的 bug， 专注于打磨那句文案。当你沉浸其中的时候，你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舒展。这种淡，它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高级的尊重。它就像是温带的森林，你看热带雨林热闹吧，藤蔓缠绕，鸟兽喧哗，生机勃勃。但那里也是竞争最残酷的地方，每一寸阳光都要拼命去抢，每一棵树都要想方设法绞杀对手才能生存。而温带的森林呢，树木之间保持着恰当的距离，它们互不干扰，各自挺拔向上，把根系深深地扎进土里。风来的时候，它们会一起摇摆，形成一片林涛；风停的时候，它们就静静地站着，享受属于自己的阳光和雨露。职场也是一样，那些滚烫的人际互动，往往消耗着本应用于专业深耕的能量。那些看似温暖的小团体，常常暗化出无形的消耗战场。真正的健康环境，提供的是一种可选择的温度梯度，它不强迫你出汗，也不让你发抖，它给你提供了一个恒温的基础，让你能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节输出。当你需要交流的时候，你可以走进会议室，和同事们为了一个方案争得面红耳赤。
当你需要休息的时候，你可以躲进茶水间，给自己冲一杯咖啡，看着窗外的风景发发呆，没人会来打扰你的清静。那些最富创造力的空间，往往都带有这种节制的特质。你去看看那些顶尖的实验室，研究员们都在默默地盯着显微镜，记录数据，几个小时都不说一句话。你去看看那些知名的设计工作室，只有笔尖摩擦纸张的沙沙声和偶尔传来的几句低声讨论。你去看看深夜的研发中心，只有屏幕的蓝光映照着一张张专注的脸庞。这不是人情淡漠，而是大家都在自发地守护着一种东西，深度工作。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，真正的创造不是靠在茶水间聊八卦聊出来的，也不是靠在酒桌上推杯换盏喝出来的，它需要长时间的、不被打扰的、心无旁骛的思考和打磨。当社会表演的需求降至最低，真正的才华才能浮出水面。而且这种冷淡环境还能治愈一种职场顽疾，边界感缺失。在很多热络的公司里，边界这个东西基本是不存在的。老板觉得你是员工就该24小时待命，半夜12点给你发微信还要你秒回。同事觉得咱们关系好，你的私事我就该知道，你的资源我就该共享。结果呢，每个人都活得像个透明人，没有隐私，没有喘息的空间。最后不仅工作没做好，人也搞得身心俱疲。但在冷淡的公司里，边界就像细胞膜一样清晰而坚韧，它看似把大家隔开了，实则是为了更好的交流。首先是时间边界，在这里，没人会随意打断你的工作节奏，也没人会突然给你来个毫无准备的会议邀约。大家都懂得尊重别人的时间，知道每个人都需要整块的时间来进行深度思考。这种尊重比任何零食分享都更体现专业素养。其次是任务边界，各司其职不是疏远，而是信任的专业化表达。这就像在手术室里，主刀医生、麻醉师、护士，大家配合得天衣无缝。但你见过谁一边做手术一边跟主刀医生勾肩搭背聊天的吗？那种专注的冷淡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。在职场中也一样，我不轻易插手你的工作，是因为我相信你的专业能力。我不随便对你的方案指手画脚，是因为我知道你比我更了解细节。这种不轻易侵入，其实是一种最高级的信任。最后是情感边界，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。在那种家文化盛行的公司里，大家恨不得把祖宗18代都交代清楚。今天谁失恋了，全公司都要跟着安慰；明天谁家里吵架了，大家都要帮着评理。看起来很温暖是吧？但这其实是一种巨大的情感负担。你不仅要处理自己的情绪，还要被迫接收别人的情绪垃圾。而且一旦利益发生冲突，这些平时看起来亲密无间的情感，瞬间就会变成勒死你的绳索。而在冷淡环境里，大家默契地遵守着不追问私事、不过度分享、不倾倒情绪垃圾的原则。这种节制反而为真正的紧急支持留出了空间。当有一天你真的遇到了困难，比如家里人生病了急需用钱，或者工作上出了大纰漏需要人救火，你会发现这个平时看起来冷冰冰的系统反应速度快得惊人。大家会迅速补位，帮你分担工作，甚至默默地为你提供帮助，而不是围着你问东问西，给你廉价的同情。我观察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那些最热衷于搞团建、喊口号、强调我们是一家人的公司，往往离职率最高，撕逼撕得最难看。为什么？因为表演出来的热度需要持续不断的燃料，老板要不停地画饼， HR 要不停地搞活动，员工要不停地配合演戏。一旦燃料不足，或者谁演累了，那个虚假的温度计就会啪的一声碎裂，炸得满地鸡毛。而冷淡环境剥离了这些表演。在这里，协作是基于明确的需求，而不是情感绑架。
沟通是为了解决问题，而不是为了确认关系，这反而催生了一种更高级的协作理性。这就好比一支专业的登山队，大家用绳索连在一起，不是为了在悬崖峭壁上聊天解闷的，而是为了在关键时刻提供确切的支持。我不问你昨晚睡得好不好，但我会在你脚滑的那一瞬间死死地拉住绳子。这种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信任是静默而结实的，它不体现在每天中午非要拉着你一起吃饭，也不体现在下班后非要拽着你去 KTV 吼两嗓子，它体现在当你请假的时候，你的工作有人自然而然地接替，不需要你千恩万谢。当你遇到瓶颈的时候，相关的资料会悄悄出现在你的共享文件夹里，不需要你低三下四地去求人。当你出现失误的时候，你首先得到的是解决方案和补救措施，而不是情绪化的指责和甩锅。所以啊，如果你现在正身处这样一个冷淡的环境，或者正准备进入这样一家公司，千万不要感到恐慌，更不要急着去改变它。相反，你要学习如何适应它，甚至享受它。你要学会区分孤立与专注。很多职场新人分不清这两个概念。没人理你，不代表大家孤立你，而是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。孤立是信息的阻断，是你被排除在核心工作流之外；而专注是注意力的凝聚，是大家都在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心无旁骛的努力。健康的冷淡环境，它减少的是那些随机的、无意义的干扰，但绝不会拒绝必要的、有价值的交流。当你拿着具体的方案去请教前辈时，你会发现，那个平时板着脸的大佬讲起技术细节来比谁都耐心。其次，你要建立精准温暖的习惯，在那种不过度社交的日常中，你的每一次主动交流都会显得格外有分量。大家平时都不怎么闲聊，但你如果在同事加班到深夜的时候，默默地给他递一杯热咖啡，或者在项目复盘的时候，真诚地夸奖某位同事的一个亮点，这种稀缺的温暖，比那些天天挂在嘴边的客套话更容易深入人心，也更容易建立起真正的职场友谊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要培养内在恒温的能力。我们很多人习惯了依赖外界的反馈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和动力。老板夸一句就跟打了鸡血一样，同事冷个脸就觉得天都要塌了。这就好比一个劣质的恒温器，外界气温稍微波动一下，它就失灵了。但真正的职业高手都自带一套高级的内在调控机制，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，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。他们不需要靠别人的掌声来确认自己的存在感，也不需要靠团体的热度来维持自己的工作热情。冷淡环境恰恰就是修炼这种能力的最佳道场。当没人不断为你加油喝彩时，当没人时刻关注你的一举一动时，你才能真正听到自己内心的马达声。你会发现，原来你自己就可以给自己供能，你自己就可以点燃那团火。等到你真正适应了这种环境，你会慢慢理解，那些看似最淡的地方，往往涌动着最深层的职业善意。它不消耗你于无谓的社交表演，让你不用戴着面具做人；它不绑架你于情绪共谋，让你不用被迫站队；它不强迫你于团体认同，让你不用牺牲个性去迎合大众。它给予每个人成为自己的空间，同时守护着整个系统的理性运行。这种环境就像深秋的晴空，虽然空气是清冷的，带着一丝凉意，但天空是透亮的，阳光可以毫无阻碍地洒在每个角落，照得人心里亮堂堂的。或者像设计精良的通风系统，你感觉不到热风扑面，也没有那种让人窒息的闷热，但空气始终是清新的、流通的，让你每一次呼吸都感到顺畅。真正成熟的组织都明白一个道理，可持续的热情不在于每天都维持在沸点，而在于持久的恒温。最好的协作关系不是藤蔓那样紧密缠绕，
你离不开我，我离不开你，最后互相勒死，而是像树木那样保持适度的间距。我们在地面上各自向上生长，追逐阳光，在地下，我们的根系却自然交织成一张巨大的支持网络。风雨来袭时，我们共同抵御。当大家不再需要耗费精力去维持表面的热度，那些本该用于创造的能量就全都归位了。你听那此起彼伏的键盘敲击声，那翻阅纸张的细响，那偶尔传来的低声讨论，那打印机吐出文件的声音，这些冷淡的背景音里，正诞生着最扎实的成果，最清晰的思考，最长久的职业生命力。或许职场健康的终极标志从来都不是热情洋溢称兄道弟，而是每个人都能在恰如其分的淡中感到安全，感到被尊重。我们不需要通过取悦别人来获得安全感，也不需要通过抱团取暖来抵御寒冷。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，在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上，安全地、自由地、完整的成为最专业的自己。所以如果明天早上推开公司大门，迎接你的依然是那张冷漠的扑克脸和那片安静的空气，请微笑着走进去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对自己说：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开始干活了。